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意义的几何学。这项研究聚焦双语大脑，实现无缝切换的深层奥秘。它同时对比了多语言 AI 大模型的结构，核心发现是碳基与硅基共享几何解决方案。高维语义空间的几何骨架保持语言不变，实验记录海马体单神经元的真实放电活动，而 AI 模型在深层网络中演化出相同算法，这揭示了跨语言理解的统一数学框架与拓扑。本报告将逐步解码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的细节。双语者的语言处理呈现一个看似矛盾的巴别塔悖论，他们能无缝翻译不同语言中的同义词，同时又能保持两种语言绝对隔离且互不干扰。大脑究竟如何同时实现这对看似矛盾的特性？是开辟了独立的物理区域，还是共享通路呢？图中蓝色与红色的路径提供了关键线索，蓝色代表共享概念，而红色代表独立路径。这个悖论正是后续实验要解答的核心问题。研究团队招募了4位双语癫痫患者，他们在海马体植入微电极或高密度探针。微电极用于记录单个神经元的放电活动， NeuroPixels 探针能同时捕获大量神经信号。患者需完成被动聆听播客与有声书任务，还要执行屏幕短语的朗读与发声练习。自由对话则模拟自然语言交互场景。这套设计提供了罕见的单细胞级观测窗口。研究者引入了一个硅基镜像及多语言大模型 MBERT。MBERT 能处理 Bonding 4种语言，拥有13层 Transformer 架构。它与人脑海马体形成碳基与硅基的鲜明对比。这两种硬件将同步接受相同的语义测试，进化与算法是否走向同一条道路。海马体使用神经元细胞，而 MBERT 依赖浮点参数矩阵。两者的底层表征都是高维连续向量空间。这一对比旨在揭示智能的通用数学法则。翻译神经元对跨语言同义词产生一致放电，这类神经元仅占总体的 5% 到 19%。跨语言同义词的放电模式几乎完全一致，且西班牙语单词引发的放电峰值更高。然而，这类神经元数量稀少，仅为冰山一角。超过 80% 的神经元在做什么呢？这说明翻译神经元并非跨语言理解的主力，真正的机制隐藏在更大范围的神经元协同编码中。单细胞层面，英语与西语带有明显的独立编码。同义神经元对两种语言的语义权重不重合，英语与西语调写曲线相关系数实测趋近0。这一发现直接证明微观层面密码各自独立，翻译神经元只占约 5% 到 19% 的比例。绝大多数神经元的响应路径出现根本性差异，局部编码隔离与全局语义一致形成鲜明矛盾。矛盾指向群体几何才是真正的解码框架。每个神经元对 Apple 和 Manzana 的反应截然不同。大脑究竟如何知道它们其实是同一个意思？微观层面，单细胞编码各自为阵，毫无关联；宏观层面却总能准确理解跨语言同义词。答案藏在高维空间的群体几何结构之中。这个结构用物理距离来表征词义相近程度，即使单细胞混乱，群体几何仍能保留相对关系。从微观无序到宏观有序，视角转换揭示了核心机制。语义地图用空间距离来度量词义的相近，词义越接近，在空间中对应的点位置就越靠近。例如，猫和狗的点靠得很近，而星系的点很远。研究者将词汇关系矩阵映射到弯曲的网格面上，网格最终转化为高维空间中的拓扑结构。这一过程被称为多维尺度分析降维技术。语义地图揭示出词义在高维空间的几何布局，该布局为跨语言语义共享提供了统一坐标。宏观视角揭示一个关键事实：共享语义几何。英语和西语神经子空间具有同构几何结构。英语空间扩散、扩张、竞争三词形成三角形，西班牙语对应词也构成完全相同形状的三角形。两个语言空间对应点分布高度一致且显著相关。统计检验 p 值小于1/1000，确认同构性。这意味着微观密码虽不同，但宏观几何共享。这一共享几何支撑了跨语言的无缝交流。已知英语词汇三角形包含狼、狗和叉子。通过 Procrust 对其提取旋转矩阵，将英语三角形映射到西班牙语空间。根据西语已知 Lobo 与 Tendador， 可以推断出 Pearl 的预测位置。这一过程实现 Zero Shot 跨语言预测，无需词典，仅凭相对距离即可实现，验证了共享几何结构具备翻译能力。
现在大脑面临一个核心悖论，急需解答。单细胞调谐曲线相关系数近乎零，毫无关联，但宏观几何结构却保持完全一致的相对距离，并且两种语言复用同一群海马体神经元硬件，相同物理载体与相同几何如何编码不同语义，这表明必须存在一个不改变载体与几何的读取轴。大脑在不增加新细胞的前提下切换输出语言，解开这个谜题将揭示双语理解的全局机制。同一个几何体承载着英语和西语的全部语义，这个几何体如同发光的水晶多面体，固定不变。英文读出轴沿 X 方向投影出蓝色语义影子，西语读出轴沿 Y 或 Z 方向投影出红色影子。两个投影的形状不同，但源自同一几何结构。大脑通过旋转读出轴实现语言的无缝切换，这种机制既共享概念底座，又避免输出干扰。这就是高维空间中的双色投影仪机制。语言子空间几乎正交，对其指数仅 0.05。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语义子空间几乎是正交的，这种正交性使读出轴完全分离，互不干扰。同时，右侧散点图提供了硬件复用证据，横轴为英文参与度，纵轴为西文参与度，所有散点在对角线上，相关系数超过 0.94。这说明两种语言调用了绝对同一群神经元，尽管轴向旋转，但物理硬件完全重合。语言门控信号进入海马体，面临两条路径，如果不旋转读出轴，两种语言信号会重叠，这会导致中英夹杂失控，语言严重混淆。旋转读出轴至半正交状态则是另一种结果。半正交状态使蓝红几何体分布在垂直轴上，这样既共享底层语义概念底座，又避免干扰。旋转关键在于数学级分离，而非物理分区。这种抗干扰机制让大脑实现无缝语言切换。多语言模型底层共享几何，采用同人脑方案。该模型的第11层高亮显示了旋转读出轴，这表明 AI 独立演化出相同数学解决方案。它没有动用特殊翻译节点，而是共享底层几何，这与人脑海马体的双语机制完全一致。旋转读出轴实现了语言的切换与抗干扰，底层几何结构被复用，顶层读出轴的确旋转。趋同进化表明智能法则可独立于介质。对比矩阵总结了人脑与大模型在4个维度上一致。物理载体不同，人脑海马体使用神经元细胞，多语言大模型则依靠浮点参数矩阵作为硬件。表征维度都是高维连续向量空间，没有差别。两者底层算法均为共享语义几何结构，抗干扰策略同为半正交旋转读出轴。这些一致性表明智能法则独立于介质。该发现为神经科学与 AI 架起统一桥梁。马尔3层次框架统合了双语脑与大模型，顶层计算目标、跨语言意义理解与无缝交流，中间层算法规则、共享语义几何与半正交读出轴，底层物理实现复用同一群神经元或网络参数。该框架表明进化与算法约束在相同数学结构，无论生物载体还是硅基载体遵循同一分层结构。智能的通用法则可能独立于物理介质而存在。该框架为未来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。翻译神经元仅占神经元总数的 5% 到 19%， 它们并不是跨语言理解过程的核心主力。即使剔除这些神经元，语义几何依然稳定。这说明翻译神经元并非不可或缺的关键，它们只提供一种直接映射的快捷方式，在缺乏上下文语境时提供直接对应。类似于直接查阅双语词典时的映射过程，因此它们只是语义几何中的次要节点。文化背景造成语义边界不同，例如英语奶酪概念涵盖切达布里等更多类型，而俄语中对应词的范围仅涵盖部分类型且更窄。这种语义偏差自然推动了双语读出轴的旋转分化，两个语言空间中词汇的中心向量因此出现显著夹角。夹角大小反映了词汇背后的文化语义差异程度，正是这些微小差异促使大脑采用旋转读出策略，从而在共享几何基础上实现精准语言特异性输出。海马体不仅是物理空间的 GPS， 更是抽象概念空间的导航仪。传统认知聚焦于网格细胞与位置编码，新证据显示，海马体也构建高维语义坐标系。双语者在两种语言间切换，就像在同一座意义之城中穿梭。他们使用两把不同维度的钥匙打开同一扇真理大门。这一发现将海马体功能从空间导航拓展到意义导航。
它为理解跨语言理解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框架，也提示海马体可能是通用概念地图的神经基础。微观层面揭示单细胞神经元语言特异性调谐，宏观层面证明群体共享语义几何跨语言同构，旋转读出轴机制实现语言无缝切换及防干扰，人工智能模型独立演化出与人脑相同方案。这些发现共同构建双语理解的统一计算框架，语言与几何的联系获得强实验证据支撑。结语指出，语言是符号系统，几何共享内在法则。该研究来自海马体语义表征的顶刊论文。名言指出，语言是符号系统，而几何是共享内在法则。这项成果源自2026年顶刊论文，聚焦海马体双语语义，双语大脑与 AI 大模型共享同一数学解。微观神经元调谐不同，但宏观几何跨语言同构。半正交旋转轴共享概念底座又避免输出干扰。研究发现，海马体从空间导航扩展到意义导航，未来可探索其他脑区是否采用类似几何编码，还可将几何对齐用于更多语言对甚至跨模态，最终理解意义的几何学或为通用智能提供线索。